Hello Hello， 是个星期一的下午了，不是早上，刚吃完午餐，早上还去上了 Pilates。刚刚朋友传讯息给我说，他们现在人在机场，但是他留了一个礼物放在他们家门口，要我去拿。我想说是什么呢？他最后还是跟我讲，因为怕我没有去拿吧，是鸡蛋花，好开心哦。他就说可以顺便帮我们浇一下院子里的花吗？我就说没问题。然后他说鸡蛋花可以放在室内养耶，还蛮期待的。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鸡蛋花，是因为上个周末还是上个周末，我们去多肉植物还有仙人掌之类的那种展览，然后外面有一个大型的拍卖，然后他就有看到我 po 文，然后他就说我们家有鸡蛋花你要不要就直接给我。然后我看他外面那个展览拍卖的地方，一支鸡蛋花的枝干没有插在土里，不知道是怎么卖，还有种子，一支要15-20块我想说那就顺便做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带过去送给他们。没想到他们已经在机场了啦，然后就等他们回来吧。然后今天也收到了 email， 成功的加入了个止行试用，感觉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止行试用了，好像自从上一次经验不好之后就再也没有。有我申请过2个，但是都没有被选中。然后这一个是之前合作过的一个在巴黎的小众设计师，他这一次的纸样设计很像最近在欧美各大什么 Free People Anthropology 这种大厂牌看到，想说那就来试试看，然后要用比较不一样的材质来挑战看看。很紧张，因为上次跟他合作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太强势了。我觉得如果我是设计师，然后收到这样子的评论的话，我会蛮受伤的。所以我这次会调整自己，虽然说需要跟他说一些比较直的话，然后让他改正，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可以再讲得更温柔一点。总之很期待这一次的纸样，然后我等一下看一下他的一些设定跟指示。我想说如果有的话，我就用自己的布料；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再一起去那个跳蚤市场找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布料。但是在这之前，我这个还没有做完，你们应该在看这集的时候已经做完了，希望如此。总之大概就是这样，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是一个全新的1个礼拜，耶！来看看星期五会不会也这样说。想说这集来特别记录一下整个纸样测试的过程。我现在已经大概看过一次，他还没有释出他的按步骤缝纫的那个说明书，但是他已经释出了一些布料的选购，然后尺寸大小跟剪裁布料的那些排版，还有最终的那个纸样，只是还没有那个步骤而已。所以要先做的就是确定尺寸是怎么样，然后再来选布料，然后看布料需要多大。然后在测量的时候，以最放松的状态，然后腰呢，通常是在肚脐上面1寸的地方，会是大部分会是最细的，不然就是看你的腰最细在哪里，说不定就是在肚脐这一条线上，然后不要拉到很紧，坏掉，不要拉到坏掉的，老天爷，什么我把它拉坏了，难过，本来要示范，就我这样啦。再拿第2条来 ，OK， 在量的时候呢，不要把它拉到断这么紧，不用刻意缩小腹，放轻松的状态下去看，我的大概是这样子。30.5，臀围也是用一样的方法，屁股最丰满的那个地方，要看一下镜子，确定它是侧面来看也是平的，但如果你是这样子斜的话就不算。刚好100公分，39寸，然后我们就可以来选啦。我的30.5大概是，它是这边写30又3/4，所以可以用这个。然后我的臀围是100。所以刚刚好是这个，我要穿 XL， 所以我就是要买2.2公尺或者是2.4码的布料，然后按照它这个规划来做剪裁，才不会浪费布料。这样确定之后呢，就可以把纸样这一个设计在这边，就可以把这个定下来了，然后按照编号把它贴齐贴好，或者是它通常会提供看你是要去影印店影印这么一整张，然后再来剪裁，还是你要就是 A4 或者是 letter size 的纸，一张一张拼接起来变成这么一大张，再来剪裁。它这边就有写说，希望是轻质量，但是有一点点 crispness， 然后不要有弹性。
他们通常会有一些建议，譬如说棉质的 poplin 啊、taffeta 啊、linen 啊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去找你手边有的东西，或者是就要开始购买了。这大概是纸样测试员、纸型测试员会做的第一步。来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布料，这个有弹性，蕾丝不知道可不可以耶，放旁边。这个好像也可以玩玩看，跟蕾丝搭在一起。黄色的感觉会不会很膨胀？这个有弹性，这个不香。这个好像看了会眼花缭乱，跳过。这个不够，跳过。这个好像可以试试看。粉红色留着做上衣，这个好像太薄了，而且还有点 stiffness， 所以这蛮适合的。有吗？偷看，这个好像可以耶。白色蕾丝一直不知道用在哪一个 project 上面，差不多了。这个的感觉是不够的，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一下可能性。这边有一块红色的，但好像太厚了。他说要那个太厚，不然颜色看起来会蛮好看的，就是酒红色、深红色那种感觉。大家夏天做的什么 project 是什么呢？这个会不会其实也可以？目前有这一些，就看它之后释出的那一些更多的讯息当中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指示。而且许多参与测试的这些人，他们会分享要用的布料，所以就可以避开重复的可能性。所以我就先放在那里，然后等大家开始做的时候，再来看看有没有必要去避免重复。我觉得小格子这种应该会蛮受欢迎的。你看这边超多那个的腌菜，这整柜都是，另外一边也是。对啊，是脚趾头，这看起来很棒哎。这个是什么 ？Pork hock， 感觉超棒的，好像有点失心疯。就买茄子呗，很久没吃了。有高丽菜汁，榴莲怎么卖？没有看到价格，都看不懂了哈。好可爱啊！这什么东西？对啊，好可爱啊！这个是泡芙冰吗？这看起来好罪恶哦！哇，鲷鱼烧，这是奶瓶吗？好像是哎，里面真的好像是奶瓶的样子哎，太可爱了。觉得怎么样啊？找到蛮久的。哦，没有。好冷哦，这里冷气开超强，我们都没带外套。找到章鱼的了，我刚拿了2包了耶。刚从韩国超市回来，这是我们2个第一次一起去韩超，看一下买了什么。我们这个周末其实要去朋友家看他们家的天竺鼠，所以买了2包饼干，想说送给他们吃，谢谢他们让我们进到他们家里面。一个是黑松露盐口味，一个是海苔口味。我自己也受不了诱惑，所以我也自己买了1包海苔口味。上次去的时候买了黑松露盐口味，马上就被我吃光光了，秒杀。高丽菜、菠菜、2根茄子、韭菜。韭菜你要做什么？我忘记了。要煮牛肠锅。牛肠叫一般味噌吧。樱桃。再来，gochujang 韩国辣酱，应该也是它要煮腊肠锅的。腊肠我刚讲错了。哇，牛蒡被凹成这样，牛蒡有点轮轮的感觉。来了，泡菜水饺，泡菜口味的蔬菜饺，超大1包的，跟这个比起来。再来，因为老爷不知道怎么做选择，所以他就2包都买了，1包是大章鱼，1包是小章鱼。甜点花了多少钱？花了13.32块。这个我在很多欧美 YouTuber 那边一直听到大家在疯传韩国的这个名称叫什么？盐味奶油面包，就是这个。我想说就试试看，连面包都要一个一个介绍。花生面包，花生碎块面包，哒啦，好美丽哦，觉得好浮夸哦，这个颜色。另外一个是草莓的，这可以留着当早餐啊，肚子饿了。哇，就是台湾的那种古早味生日蛋糕的那种鲜奶油被调成绿色的，就这样而已。再来是吃这个。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嗨，今天是礼拜天了，我还没有吃午餐，现在在吃饼干，想说来继续记录设计师艾莎
它还没有释出它的缝纫说明书，但是它已经有教学影片给我们这些试用者了。不是每一个设计师都会有这种教学影片，但是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跟着做，其实还蛮一目了然的。有一部分的我想要等那个说明书，因为他希望我们在6月30号前做完，现在已经22号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在同时要照顾自己的东西之余，还可以在时间内完成。但总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所有要用的东西影印出来。通常我们会先印出第一张，然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比例尺，然后要先确定它是不是如它上面说的是5公分或者是2寸。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很容易就因为你的影印的时候的比例调整错误，就会出差错。譬如说，这是它的第一页，然后你在影印的时候，通常都要在这个 scale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100%，然后再来列印。然后列印的时候也是先选第一张，然后确定就是拿它这个的比例尺列印出来之后，确定之后我们再来印接下来的。那我现在已经确定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改成100。然后把剩下来的从第2页开始到最后第19页全部印完，然后单面列印。好，那我就可以列印了。紧急喊停！我们现在要从第12页开始，再一次。结果他又给我双面列印哎，在搞什么鬼啦？是嘞，第3次了，终于成功了。刚刚是在怎样？恐怖哦！鬼门不是还没开吗？是的，尺寸已经确定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它们全部拼图拼起来。我会选择先裁边，然后再来一张一张粘贴起来。然后我用的都是这种书局的这种胶水。我看很多老外都喜欢用那种 3M 的无痕贴。讲错，我是隐形胶带。OK， 长边都裁切完了。通常在边缘的最后一张我不会裁切，因为根本就用不到。等一下最后切起来的时候再把不需要的地方剪掉就好了。然后现在就是一张一张的在长边这边，通常这样子的纸样都会在4个角或者是中间的地方会有一个可以让你对齐、方便对齐的东西，所以就这样子把它们一张一张的贴起来。好了，现在就是横向的已经拼接好了。在做这之前啊，也是要先切割。像这种已经独立开来的，我就会直接把它们裁切下来。这个跟这个是独立的，它就不用再做拼接。然后这边有一点点，这边也有一点点，所以就把它的边跟刚刚一样，就是多余的沿着它的边缘剪掉，然后等一下再贴的时候就可以对齐下一张要拼接的东西。最后这条线刚好是直的，所以我就直接裁切在它要剪的边缘上，然后我们就可以做直向的拼接。好了，拼接好了，就是等它干掉之后，就可以把它画的那个裁切的边缘全部剪出来。应该是干了，跟大家更新，我装了冷气，不然真的太热了。装了这个就可以延长我的工作时间了。然后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剪下来就对了。有2个疑虑，这个管子很丑，而且我知道它会积灰尘。第2个就是我不知道这样录音是不是会听到冷气机的声音。等剪影片就知道了，现在还不知道。再来就是因为已经确定好尺寸了，所以就沿着那个尺寸给你的那个标记的线剪下来。我必须说，就是一团乱，你要很认真找到你的那条线才行。而且对，就是很容易眼花，它也没有不同的颜色的区分。然后现在的纸型有一个好处是，它如果是电子版的话，不是每个纸样都有提供这样子的功能，但有一些你只要在 PDF 里面打开 Adobe 之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的那个 size， 然后只要留这一条线，就会比较容易一些。然后据我所知，一个冷知识，以前就比较早期的那一种市售纸型啊，是一个一个尺寸卖的。所以你就不用一口气得到一大堆不是你的尺寸的内容物，好处就是一目了然。像我现在这个分叉点，就是你
你知道那个角度就是要自己去找那个感觉。据说早期呢，市售的纸样是像这样子的很厚的纸，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纸样都把它做成是就是他们说的 tissue paper， 就是很薄很薄，你会拿来做康乃馨花瓣的那一种东西的那种纸。我们剪的时候是剪外面那一条线，因为里面这条线是你要缝的那一条，就是缝针要经过的地方，所以这个间距就是缝份，所以这个纸样应该就是缝份1公分而已。这个其实也是要看那个设计师他个人的喜好是怎么样，大部分的设计师都会把缝份也算进去，然后只给你外面这一条线，但是这一个设计师他是2条线都会给你，所以还蛮一目了然的。另外一种呢是他不喜欢加缝份的，所以你在剪裁的时候还要自己去拿捏，就譬如说比较多美国的像我这样子的业余爱好者是习惯1.5公分5/8的缝份，欧洲地区跟亚洲地区的好像是比较喜欢1公分的，所以有一些设计师会只画里面的那条缝线的位置，然后你自己去留你要的缝份。这样子的设计师好像比较少，因为好像真的比较麻烦，越麻烦的东西就越少人会去参与，所以现在我认识的我做过的这样的纸样设计师的东西几乎都是已经含缝份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纸样测试的时候，真的蛮紧张的。我那时候好像就申请过了几次吧，都没有一次被选中。然后我觉得是很看设计师的主导性大概是往哪一个方向的。譬如说，有一些设计师呢，就是会希望照顾到每一个不同尺寸的使用者，所以像我这种非常一般的尺寸，就很容易就已经他们可能心中已经有更好的人选了。但也有可能是看我的那个 Instagram 的 follow 的人很少，所以他们不会选我。然后像这样子的合作，就会常常在社群媒体上面就是互相有一种拉抬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我的 follower 人数太少了，所以他没有选择我。但我后来想想，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尺寸其实蛮大众的，所以他没有选择我，有可能是他自己就是那个尺寸啊，他根本就不需要同样的尺寸再去做一样的，真的很看设计师。然后有些设计师呢，他要求的东西不是关于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反而是他希望你帮他纠错字啊，然后他希望你帮他顺过一次那个他的裁缝说明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他会非常非常专注在它的设计是不是符合大众口味的，譬如说它的口袋的位置是不是太高或者是太低，然后他从大部分的参与的人当中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众化的答案吧，我猜。各有各的喜好，然后我记得大部分的人都会在操作上给出比较完整的叙述，也有一些设计师他是就讲得很笼统，就是什么把 A 缝在 B 上面，然后把 B 缝在 C 上面，然后第一个步骤就做完了，可是他都没有解释清楚 A 跟 B 要缝在哪里， B 跟 C 要缝合在哪里，然后那个记号在哪里，怎么看怎么对齐都没有讲，所以就是非常看设计师。好，我花点时间把这个大份的剪完，来选布料吧。这一部影片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长2倍，既然刚好是2倍，那我就直接把它放成上下2集啦。今天这集希望大家也是从我的分享当中有一些收获，然后下一集就直接从布料开始咯。那就谢谢大家收看，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我知道的话我都会回答给大家。谢谢大家最近的留言跟关心，非常的开心。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看，拜拜。